对生命而言，最大的威胁往往不是掠食者，而是那些比你更优秀的同类。而人类也是如此。学习、工作、爱情，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其他人竞争。那个实习生，他昨天又通宵加班了。他现在去老板办公室，不会是已经把项目完成了吧？哎呀，怎么办？他又来了，他又来了！刘总，稳住，稳住啊！不过是实习生而已，咱不怕他。实习生？那是来公司不到半年就踢掉3个主管、1个部门经理的怪物，能力、效率、人情世故都经营得密不透风，想为难他的家伙都迅速被踩分在地，表现甚至引起了董事会的特别注意，说不定哪天都要爬到我头上来了。但你说的对，我不怕他，我老刘也是一路杀上来的，现在我才是老板，我还能怕他一个毛头小子？就是。刘总，哼，进来吧，我来做工作报告。你不要过来呀！没想到老刘这么快就软了，那这家公司就开始变得有点无趣了。要不要换一家呢？那这个舞台应该会很适合你。这是精神强度82%，斗争性120%，坚韧68%，生命活力45%，反射55%，意志92%，信息监测目标符合参赛标准。载入开始。怎么回事？欢迎各位玩家加入这场死亡游戏。在这款游戏之中，玩家们需要投身无尽的小世界副本，执行任务。根据不同的任务要求，进行合作、竞争、对抗，甚至互相猎杀。神域账号极其稀有，会不定期在全世界随机抽取少量符合标准的玩家加入，而你们就是这一期接受考核的新人。竟然有味道，全方位的真实感官，就算是最先进的全息潜入游戏都远做不到这个效果。这技术可不像是在开玩笑啊！这是什么地方？喂，快放我出去啊！其他人也是被突然强拉进来的，这游戏的做法还真是霸道。不过，前辈好，请问这个考核失败会怎么样？是直接退出游戏吗？既然是死亡游戏，当然不可以退出。在你们加入游戏的瞬间，原本世界的一切就和你们再无瓜葛了。就算是最先进的全息潜入游戏都远做不到这个效果。这技术可不像是在开玩笑啊！这是什么地方？喂，快放我出去啊！其他人也是被突然强拉进来的，这游戏的做法还真是霸道。不过，他刚才用了“考核”这个词。雨神姐姐，我可以提问吗？可以，而且我不是女神，是和你们一样的玩家。引导新人进行考核，就是我这次的任务。那您就是前辈了。前辈好，请问这个考核失败会怎么样？是直接退出游戏吗？既然是死亡游戏，当然不可以退出。在你们加入游戏的瞬间，原本世界的一切就和你们再无瓜葛了。玩家在副本的间隙，也只能返回自己的个人空间休息。你们的个人空间，也就是自己脚下的平台。哼，果然是这种设定。不过被囚禁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这待遇也太惨了吧。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大部分副本都并不致命，比如这次考核就没有失败的说法。
只不过根据你们在副本中的表现来决定初始奖励。通过完成任务获取的奖励点数，可以用来扩展个人空间，可以兑换世间的一切享乐，可以打造你梦想中的极乐园。最重要的是，能让你们变得更强。在无限神域中，你能兑换自己想要的一切，来一步步走向超凡。当然了，这些都是最顶级的 A 级奖励，我都没有，你们现在看看就好了。作为新人，你们现在只有3个随机的 F 能力作为新手礼包而已，其中技能、装备和道具各一，主要是用来帮助你们快速熟悉无限神域的战斗方式。王卷面前的3张卡片，技能可以直接学会，装备道具会进入物品栏，详细信息可以在自己的数据界面看到。这就是异能，这个世界上居然真的存在这种东西。那么现在，游戏开始。原来如此，是我一直以来的视线太狭隘了。无尽空间，超凡之路，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有趣的多呀！测试玩家 F233号，您已掉线。我这是回到现实了？说好了不能退出的死亡游戏呢？这玩意儿还能掉线的？难道我能把神域中的能力带回现实？关羽大陆，一个充满了魔物的奇幻世界。你们是一群前来讨伐帝君营地的新人冒险者，但被封闭退路的你们很快就明白了谁才是猎物。帝君的搜捕队正在一步步压缩着你们逃亡的空间，将你们驱赶向帝君营主的巢穴。新手考核副本：帝君封锁，主线任务：讨伐帝君营地。任务奖励：根据任务完成度可获得10到300的奖励点数。任务时限1小时。场地效果：注意跑毒。帝君搜捕队会以稳定的速度向前推进战线，系统地图上会显示搜捕队位置，请玩家及时规避。增益状态：英勇青铜5。临时账号234，游戏载入完成。时间一到就强行重连进来了。果然离线模式并不能让我彻底离开这个游戏。哎，小王，你借这些是要干嘛？甚至就连外界的随身物品居然都无法带进来，真是太过分了。因为掉线太久，那个搜捕队已经快到这里了。在这种游戏里，晚上线10分钟还真是要命。虽说继续离线，苟到游戏结束也是个思路，但那样任务完成度就没法看了。小哥哥，快来呀！来和洒家一起快活呀！果然，既然是新手任务，就不会太难。帝京这种身高体重都如同小孩的怪物，人类只要克服对战斗的恐惧，就能凭借体型进行碾压。更不用说我这种专门接受过职业军人的格斗训练的高端人才。作为被我击杀的第一个小怪，放马过来吧！走！这他妈是什么世界观的地精啊！任务还是讨伐帝京营地，这赤手空拳的拿命打呀！所以，任务的关键是让我们用抽到的装备和异能想办法吗？等等，这个
这之前抽到的开场能力不一样了。难道说……临时账号235，游戏载入完成。大概是因为离线的账号被视为死亡淘汰，但我本人又在不停的登录，重新接受考核，相当于又加入了一个新人。这种 bug 估计只能在新手副本出现，错过了就再没这种好事了。魔力激发，既然如此，这种拼人品的抽卡游戏，加速服没存，刷个初始号不过吧？顺便刷一个完成度100%的完美开局。怎么样？现在能走了吗？谢谢，已经完全恢复了。这个绷带是你的道具吧？可你自己的伤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恢复道具了。无所谓，反正那个女人不是说了吗？一个能复活的狗屁游戏而已，死了算球，老子不在乎。问题是谁敢去试？谁敢去死一次试试？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个人空间复活？有人去试了呀，一个人平地摔掉下悬崖，一个人在出生点躲到被毒圈吞掉。可惜他们都没法告诉我们自己目前的状态如何。何等愚蠢！明明是5人的新手副本，结果开场一死一送。突然被拉到这种游戏里，无法接受也是正常的吧。如果不是你们找到我，我可能也在原地发呆等死了。现在怎么办？打怪可以加任务进度是没错，但越往里面怪越扎堆，再打下去可能真的要死人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是这个任务本身。说是讨伐，但不管是开场背景还是毒圈机制，整个感觉都更像是让我们求生，太违和了。啊？有吗？难道说找地方躲着熬过时限才是正解？该死，该死，该死！情报缺失，没有头绪。说到底，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了那什么莫名其妙的任务去拼命吗？想想真他妈蠢。那你们说，我们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吗？啊！小心！来不及了！这是那个在出生点躲着找不到的玩家，他居然还活着！这样笔直往最深处冲，难道他发现了这个副本的正确解法了？不纠结生死，不瞻前顾后，既然身已在此，便是一往无前。这个男人的战斗意志是何等的炙热！原来他之前是故意让自己深入毒圈，收集情报，如此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这是怎样的胆魄与谋略？刚刚我看到他好像是临时账号1985王娟。清灵之靴、风行卷轴和速度激发的组合果然强大，就是身体有点吃不消。要是撞墙上，估计会直接暴毙吧。哎呀，赶紧换掉。刚刚路上看到的是其他的玩家，游戏都快结束了，还在原地发呆，看样子不是什么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可以无视了。账号刷新1000多次以后，抽到的奖励基本就都是重复的了。看来 F 级的卡池深度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丢地上在拾取维基的道具也早就超过了系统背包容量上限，继续刷下去没意义了。刷到我之前看中的那几种能力和装备就停手吧。接下来就是 BOSS 战了。虽说按照背景说明来看，这玩意儿大概率不是让新手玩家打的，可我每次刷新账号都会把任务进度一起清零，所以小怪打的再多也没有意义。想拿到完美奖励，
必须一口气来一波大的。好了，那就用这次战斗来结束这个副本吧。接你的末日吧，地精领主！果然是大威力枪械，等的就是这个。F 级装备反弹之刃，洗炼锻造而成的刀刃，锋利但容易磨损。使用者摆出明确的格挡架势后，将下次以其为目标的远程攻击反弹回攻击者。如此使用会大幅损刀的耐久上限。备注：他继承从火焰祭祀场直到星球大战的刀剑梦想。因为动作太明显被看出蹊跷了。不过没关系，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异能也准备好了。强迫自律 F 级，让目标在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按之前的规划行动，持续时间与最终效果受到目标精神抗力影响。备注：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自律的人有多可怕。操，威力这么大的吗？弹反之后剩下的冲击力都差点把我震死，还好我消耗品多，一波打残。接下来就算用道具堆都堆死这个家伙。坚持住，兄弟！我们找到路就下来帮你。喂，是必须要打死这个 BOSS 才算通关吗？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等一下，你们不要过来！不用担心我们，无非一死而已。真男人是不会抛弃战友的。该死！必须速战速决！这些混蛋一定是来抢我的任务进度的。好友申请进入您的个人空间，同意。现在情况怎么样？已经在逼大龙了，估计能一波。谁问你这个啦？我是说你引导的那些新人啊。反正死不了，能有啥问题啊？100多人分在23个副本，现在应该都差不多结束了吧？唉，没人接的引导任务你抢着做，就算是为了奖励加5%的引导者称号，也没必要自己付费给每个新人买复活权限吧？做到这种程度，你说你图啥？突然被拉进游戏，能迅速适应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没弄清楚状况就死了，又没点数买复活，所以新人考核副本其实是死亡率最高的。大家都这么过来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反正没强化过的新人，复活费用10点一次而已，就算他们每个人都死一次，加起来也就1000多点而已嘛。大家都这么过来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反正没强化过的新人，复活费用10点一次而已，就算他们每个人都死一次，加起来也就1000多点而已嘛。你还没算为了引导新人有格调极限扩大的个人空间，看着有气势但根本没法助人的巴别塔，以及除了好看一无是处的花海特效。我喜欢漂亮外观有什么错吗？算了，你高兴就好。我来说问你30级进阶需要的地级灵装，你准备好了吗？没问题，我围了3万多点，肯定能拿下。剩余奖励点数2333。我的点数呢？我辛辛苦苦囤的那么多点数呢？新手任务复活开销28000点，你这次究竟引导了多少新人？而且还把复活都用掉了。我一定是在做梦，没事，死了就没事了。不要跳啊，你这样是摔不死的。任务完成，考核任务地精杀手，主线任务讨伐地精营地完成度100%，获得隐藏点数10。隐藏任务讨伐地精领主完成，获得奖励点数15，获得神谕礼盒乘1。果然杀 BOSS 是有额外奖励的，还好我维基的道具多，瞬间爆发够高。我怎么显示任务结束了？对呀，明明时间还没到啊！果然，这个 BOSS 才是破局的关键嘛！临时账号2795考核任务通过，即将回归个人空间。
不过这个所谓的个人空间，也太寒酸了吧！玩家可以扩大自己的个人空间，每平米1点，还有无数家具装饰、景色外观可供购买，为您在无尽神域提供最舒适的居家体验。哎，略过略过，我随时都能下线回家，怎么可能在这上面浪费宝贵的点数？真是全部要用来将自己变得更强啊！话说该怎么强化？商城界面在哪里啊？引导者通讯接入。恭喜你成为无尽神域的正式玩家，那么由我来完成引导者最后一个任务，为你介绍空间的强化系统。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总之，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奖励点数怎么使用吧。奖励点数是神域中的基础货币，它可以用来打造个人空间、购买生活用品、强化已经拥有的能力和装备，在有死亡惩罚的任务中兑换复活等等。最关键的是，能让你抽取礼盒获得更多的奖励。不过礼盒等级与人物等级挂钩，作为新人，你现在只能使用 F 级礼盒商城。这是盲盒抽卡，强化居然不能自由购买，这也太坑了吧！是啊，10点兑换一个没用的道具，不如把已有的能力强化加1。不过也看运气嘛，万一抽出1级物品，就能让你舒服的度过整个新手期啦。这是盲盒抽卡，强化居然不能自由购买，这也太坑了吧！是啊，10点兑换一个没用的道具，不如把已有的能力强化加1。不过也看运气嘛，万一抽出1级物品，就能让你舒服的度过整个新手期啦。不过你刚完成新手副本，手头上的点数应该都不够10点。改善下个人空间，兑换1个月的基础生活套餐就好。下个副本再继续努力吧。好啦，讲解结束，我们有缘再见喽。谢谢前辈讲解，前辈您辛苦了。原来大部分新人连10点都没有吗？拥有整整25点日款和一堆 F 级道具的我开局果然是完美的。预留出下载异能需要的10点，我还有15点可用。礼盒、卡池这种交智商税的地方狗都不会去。那么我现在只要考虑是强化装备还是异能呢？那个，万一呢？果然是坑啊！所以完成任务的神域礼盒也是这种坑电货，对吧？等等，这个绿光石1级装备还是3选1？发达了！特殊奖励，请选择其一获取。老将，这是早期神器，选择一定要慎重。对了，我可以不选直接退出，等下次副本通知来了，看具体情况再说。玩家王卷离线，注意，您需要在12小时内进入下一次副本。不知不觉都快中午了，不过拥有正式账号后依然能离线，这下彻底没顾虑了。老刘，这是什么症状？小王啊，你刚刚是工作时间偷偷睡觉吧？刘总好，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当然有事了。这个该死的实习生，总算被我抓到破绽了。今天就让我好好教育一下，什么是人间险恶。刘总，干嘛？没看到我在忙吗？秘书姐姐，我们在忙哦。哎，可是总公司的领导突然来视察，来了好多人，已经到门口了。切，算你运气好。好不容易让我有了兴致，半途而废怎么行？服用药水后，将连续在接下来的5秒内获得异常帅气的连续突进能力，并收获长达20分钟的快乐情绪。备注：小问号，你追不上我。林少，您怎么突然想到来视察了？是董事会有什么指示吗？没，随便看看。王卷，你被开除了，怎么样？诧异吗？不甘心吗？是不是想要跪下来哭着求我呀？林少，您怎么突然想到来视察了？是董事会有什么指示吗？没，
随便看看。王娟，你被开除了，怎么样？诧异吗？不甘心吗？是不是想要跪下来哭着求我呀？没错，最近几个月公司业绩突飞猛进，都是你的功劳。你有后台，是名校导师直接推荐，有能力，表现出色，引起到了总部的注意。那又如何？我告诉你，我刘猛能摸爬滚打到如今的位置，靠的就是欺上瞒下。你的大部分业绩都被划到我的名下了。现在你被我抓到一点把柄，我就能让你合情合理的从这里消失。无论是你的导师，还是总公司那些蠢货，我都能让他们无话可说，因为在这里只有我说了算。哎，我就是给大家开个玩笑，大家喜欢就好，喜欢就好。走，已经没事了。只是最低级的 F 能力而已，就将本需要我长时间布局才能完成的目标，如此轻而易举的就能实现。按照我之前的规划，接下来就是笼络人心，飙升业绩。不过现在我对这些已经没有兴趣了，在那个能穿梭万界、拥有无限可能的神域面前，平凡的现实是如此的无趣。哎呀，接下来就是周末了，干脆今天就开始连续在公司通宵干游戏吧。升职的最大的好处，也就是有了独立办公室，不用担心在游戏中失去对外界感知的时候被人怼脸了。也不知道那些不能从游戏出来的家伙，在现实中是怎么样的。这不是之前想抢我怪的那个人吗？一高校女生突然昏迷，被紧急救助中心收治后失踪，全市医院都表示今日未收录来自该校的病人。抱歉，该视频内容不存在或无效，请您观看其他视频。等一下，你们不能进去，王总他已经下班回去了。这下连现实都变得有趣了。无尽神域在现实世界之中居然也有相关人员，而且还在对进入游戏的玩家下手。在完全不清楚他们底细的情况下，用任何方式求助，都只会加大自身的风险。无尽神域在现实世界之中居然也有相关人员，而且还在对进入游戏的玩家下手。在完全不清楚他们底细的情况下，用任何方式求助，都只会加大自身的风险。不过至少可以确定，他们不想把自己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内。那么临近考试，整个晚上都坐满了人的图书馆自习室，应该算是安全的地方。所谓藏叶于林，周围的同学都将是我的眼。哎，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晚上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哈。我跑了1周的袜子，今天忘换水了，我要赶紧回去洗了。那可是同时选修3个专业，靠自学刷题就能拿满分的怪物。和他一起自习，我连停下来喝口水都会愧疚。等一下，不要跑！其实今天我也是来摸鱼的呀。琳琳，你不走吗？那我也……我周围空一片，怎么看都会很突兀。没办法了，强迫自律。强迫自律 F 级，让目标在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按之前的规划行动，持续时间与最终效果受到目标均衡抗力影响。备注：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自律的人有多可怕。我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开题报告写完。哎，这样啊，那我们先走啦。加油，我们看好你啊！我刚刚说了什么？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努力吧。是。在现实世界之中，这种无声无息的精神控制类异能果然好用。不过面对完全未知的威胁，我必须尽快获得更多的异能，
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力量体系，才能真正有自保的能力。时间差不多了，那么登录游戏。玩家王卷，等级1，欢迎来到无尽神域。游戏即将开始，请选择您的游戏难度权重，系统将为您匹配合适的副本。注意，副本奖励与游戏难度相关。开始匹配。难度居然是可选的，很友善嘛。照理来说，作为新人应该慎重一点，先来个简单的副本熟悉一下。要是可能的话，最好能做个实力颇剑神。不过，我现在好像没有慢慢发育的余裕了。玩家等级 LV1，副本难度极难，匹配完成。血染钟楼。我现在好像没有慢慢发育的余裕了。玩家等级 LV1，副本难度极难，匹配完成。血染钟楼。被诅咒所笼罩的大地，恶魔在每一个夜晚择人而噬。9位勇者进入被恶魔占据的古堡，想要将其彻底消灭。而真正的恶魔和他的邪恶爪牙，却早已混入其中。勇者需要找出并杀死全部的恶魔，而恶魔需要利用定期降临的黑暗强化来猎杀勇士。这是有战斗成分的身份类 PVP 啊！游戏即将开始，发现您有未领取的奖励，请尽快领取。居然不能进游戏再选吗？而抽奖的内容没变化，果然账号绑定后就没无限刷新的 bug 了。献祭斗篷能对自身周围的敌人造成持续的 AOE 伤害，看着很像，但需要自己战场，在 PVP 中用起来太危险了。能主动影响事件概率的幸运硬币，应该是泛用性最高的。但作为我唯一的一级道具，缺少了一点在关键时候一锤定音的感觉，所以剩下的就只有炮台了。不过既然是身份类副本的话，我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一个人留在这里？当话都说出口了，现在走的话需要和他打招呼吗？不行，我最怕和人说话了，但是留在这儿真的好尴尬呀！要是说肚子疼，会不会太刻意了？那个，你是在练习听力吗？我留在这里会不会打扰你啊？要不，好软！这是已经进入恶灵的古堡内了。这个副本的登录地点很不错嘛。欢迎来到血染钟楼，您的身份是？规则倒是挺简单的。勇者玩家没有能直接验恶魔身份的方法，身份线索全部藏在地图里，所以胜负的关键是要尽力干扰其他人探索地图，或者在审判会议上混淆视听。在副本正式开始前，恶魔玩家可以拥有3分钟的互相交流时间。各位被黑暗选召的使徒们，谁无备一同，将敌人彻底碾碎吧！没问题，这局一起好好打。等等，怎么会有1级新人？你这是才打完新手本吧？怎么就排到 PVP 团战了？游戏副本血染钟楼。血染钟楼为阵营对抗副本，本次副本共有9名玩家参与，勇者阵营6人，恶魔阵营3人。恶魔阵营主线任务：阵营胜利，在本阵营至少有1人存活的前提下，将全部勇者淘汰出局。任务奖励：胜利阵营全体玩家都可获得50奖励点。出队惩罚：失败阵营全体玩家都将扣除50奖励点。
支线任务：自身存活，奖励 F 级异能礼盒。追杀得分，追杀其他玩家可获得10奖励点。副本探索，每 20% 探索度可获得10奖励点。副本规则：血月与金钟。每次整点钟声敲响后，副本世界将进入10分钟的血月阶段。在血月阶段，勇者玩家将会被剥夺视觉与听觉及其全部相关能力。在血月阶段，恶魔玩家的战力将会获得大幅强化。每次血月结束之后，位于钟楼顶端的审判金钟将被通挠，玩家们可以在此召开金钟会议进行审判投票。任何人敲响审判金钟，都可以将在金钟会议中被投票最多的玩家直接淘汰出局。整个钟楼充满了关于魔界力量的秘密，其中包括恶魔玩家的身份线索，让恶魔玩家在副本中得到强化的道具，可以带离副本的特殊奖励，请各位玩家积极探索。规则倒是挺简单的。勇者玩家没有能直接验恶魔身份的方法，身份线索全部藏在地图里，所以胜负的关键是要尽力干扰其他人探索地图，或者在审判会议上混淆视听。在副本正式开始前，恶魔玩家可以拥有3分钟的互相交流时间。各位被黑暗选召的使徒们，随吾辈一同将敌人彻底碾碎吧！没问题，这局一起好好打。等等，怎么会有1级新人？你这是才打完新手本吧？怎么就排到 PVP 团战了？一般来说，我们匹配到的人至少是7级。不好意思啊，我直接选了最高难度，还以为是提升任务难度什么的，没想到的居然是排到高级房。你这胆子也忒大了！直接排高级本确实奖励更多，但失败惩罚也更重啊！你作为新人根本不可能承担得起。你这胆子也忒大了！直接排高级本确实奖励更多，但失败惩罚也更重啊！你作为新人根本不可能承担得起。也就是说，需要预留点数来预防失败扣分。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个讲规则的女人居然忘记说了，坑人呢！算你小子运气好，这局姐姐带你飞好了。不是我吹，10级玩家在这个分段就是绝对的大佬。也好，那就赐予你与吾辈一同胜利的荣耀吧。那就拜托2位大佬了，我一定努力不拖你们后腿。态度不错，一看你小子就是能当高手的人。时间紧迫，我们先共享下自己这边能看到的情报。吾所在之地充满了禁忌的藏书，军队吾等不用，吾稍后会全部回去，避免落入他人手中。地面敲击声空洞，应位于此楼高层。我在刑讯室，大门现在打不开，窗户外面可以看到远处的岩石墙壁和回廊。这个钟楼内部应该是中空的结构。我这边是在卧室，通往室内的门和对外的窗户都无法打开，玻璃窗户也敲不碎。不知道等副本正式开始会怎么样。对外的窗户应该不会变，钟楼外的世界和这次副本没有关系，但门肯定会开，系统不会让我们开场就暴露，所以其他玩家肯定也和我们一样会出现在不同的单独房间。吾之会同预测，吾等很快就会与其他人会合，系统不会让吾有充裕的时间独行于黑暗，不然等待吾等敌人的将是一边倒的屠杀。要开始了，新人自保就行，我们俩设法在京中附近会合，2人一起先探一下地图。这局带新人，我们打稳一点。慎重行事，正合吾意。明白，我会努力的。高端局果然不一样，这2个家伙理智、高效、目的明确，而且非常谨慎，感觉很靠谱哦。
沟通时间一结束，门就开了，也就是说，其他玩家也进场了。外面的走廊就是之前徐姐看到的。一局，果然和他们推测的一样，其他玩家从房间里出来就能看到。我这个新手只要小心隐藏好自己就行了。反正看两位大佬理智慎重的样子，这局能躺赢。四柱光临，太慢了，快去帮忙！开场杀人的肯定是恶魔。坚持住，我们来了！地狱的黑夜将荡平世间的一切。快去帮忙！开场杀人的肯定是恶魔。坚持住，我们来了！地狱的黑夜将荡平世间的一切。中二病，看来这局又是我赢了。看来到此为止了，真是一场精彩的战斗啊！多谢啦，差点又被他用自爆换掉了。不客气，不过我也只来得及救下一个，下面我就没办法了。爽，我尽力了。玩家刘胜珍被淘汰，身份为恶魔。玩家何小天被淘汰，身份为勇者。玩家徐淼被淘汰，身份为恶魔。刚刚发生了什么？啊，是你呀！我们在新手副本遇见过。没想到又见面了。是那个想抢我怪的没素质的女人。等下，她的等级居然是2级，乍一看只比我高1级，但也可以说是等级比我高整整1个倍。明明是同时进入，我居然落后了。是在我下线的时候，他在个人空间寻找到了锻炼的方法，还是说发现了我不了解的规则？又或者是用无耻的手段贿赂了引导者，将自己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然后在暗处不择手段的拼命变强。这个女人真是个可怕的对手。你才1级居然就排进了团战副本，又来了，她是准备要嘲笑我吗？可恶！啊，一定是和我一样抽到了随机入场券吧？让玩家进行额外副本的道具。上面的说明是在等级低的时候特别容易抽到的奖励。如果不是我一个人待在个人空间太害怕了，根本不会想用它。原来还有这种好东西，等级越低越容易抽到，这简直就是专门用来给新人补等级的神器啊！唉，我这张入场券可以用3次，问题是副本难度完全随机。前一次是简单的解谜副本，在一个好心前辈的帮助下过关了。这次随机到极难，我还紧张了半天。唉，结果对手开场就死的差不多了。我们运气真好。是啊，我们运气真好。真是倒霉，这局跟和天排到一队。这次随机到极难，我还紧张了半天。唉，结果对手开场就死的差不多了。我们运气真好。是啊，我们运气真好。真是倒霉，这局跟和天排到一队。我知道他哎，是那个每次副本都会带着全队把探索度刷满拿隐藏奖励的大佬。以为能有额外的收获的，没想到他开场就被换掉了。我之前跟他合作过一次，他的那探索者称号拥有能指出剧情关键点的场景能力。放在这种身份类团战里，基本就是指出恶魔玩家的身份了。所以苗姐才在发现他的瞬间就不顾一切的出手了。原来是这样啊！那个脑残中二也是发现对方支援来的太快，才强行出手，用火焰隔断通道的。啊，被苗姐晋升了确实没办法。还有那个中二病的自爆也好吓人啊！我的能力全开了，还差点被换掉。为了救你，我连全场仅1次的大招都用了。
幸好已经解决了。原来如此。和普通的身份类游戏相比，神域中更要重点考虑每个人不同的异能。这么说起来，那两个家伙也算是尽力了。为了不辜负他的牺牲，接下来就看我。个屁呀！能开打的开上都输了，留我一个1级新手有什么用？恶魔能力：血液强化，激死，未激活，在血液中可属性获得150%的强化。那我唯一的胜利的办法，就是探索地图，把恶魔玩家的各种场景强化发挥到极致，以及让他们自相残杀。请问各位大佬，接下来该做什么？有什么是我们能帮忙的吗？那个，我们才进入神域，不知道该做什么。哦，我都忘记了，这次还有2个新人哎。不用，接下来就是正常的探索地图找线索，你们等金钟会议就行。好的，刚才看了高等级的战斗，我们还担心自己没有战斗力，拖了大家的后腿，还好各位打赢了。对啊，这次有2个没战力的新人，既然摆明要开打，那为什么3个恶魔不一起出手？以徐淼的实力，3打4也能拼个5-5开啊！所以那2个人拼命也要帮忙隐藏身份的人，实力一定很强吧？强到就算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能在血月中杀光全场。有道理啊！所以最后一个恶魔是你吧？你是狙击类强化，黑暗中绝对能一枪一个。明明刚才唯一没有出手攻击的托尼，才是最可疑的。我要是恶魔，我救什么人啊？所以最后的恶魔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吗？究竟是谁啊？所以最后一个恶魔是你吧？你是狙击类强化，黑暗中绝对能一枪一个。明明刚才唯一没有出手攻击的托尼，才是最可疑的。我要是恶魔，我救什么人啊？所以最后的恶魔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吗？究竟是谁啊？成了。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一起合作找现实，把互相怀疑挑到明面上，我的机会就能大上不少。真是一群废物！我可以认为你这是直接亮恶魔身份了吗？3对1，看来这局可以直接结束了。老子要是恶魔方，直接和徐淼一起动手，就能杀光你们这些废物。哼，几个脑残在这里被一个弱鸡新人带节奏，明显最后一个恶魔就是这个1级的垃圾，自己没战斗力才没办法动手。你们但凡脑子没被拿去涮锅，都能想到。王娟，你没死吧？我准备了医疗类道具。谢谢，我这里也有，等下还你。这位大佬，如果我是恶魔，那这样做也没意义呀。毕竟，就算最后投票到只剩2个人，我也……闭嘴！在这里，弱鸡没资格说话。谢谢。该死，这种力量上的压制，实力不够根本就没操控的空间。不过这家伙为什么不直接干掉我？他第一下攻击明明能打掉了我1大半的血，可这一次他明显是刻意控制了力量的，为什么？有点过了，大家都是从新人过来的，没必要这样。游戏而已，说不定以后还会排到一起玩的。原来如此，他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如果强行干掉我，可我却不是恶魔的话，他就会被其他人围攻。正常来说，勇者方优势这么大，赌一波也无所谓。按照他表现出来的性格，更该不管不顾的出手。可是他却强行忍下来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和其他随心所欲把神域当游戏的玩家不一样，这个人非常非常想赢，不顾一切的想赢下每一局。嘿，大家僵在这儿也没用，不如我们分头看地图找线索吧。不是说探索还有额外的奖励点吗？
可是大家分开后被各个击破怎么办？而且恶魔玩家肯定会隐瞒自己发现的线索。没关系，我们只要两人一组，互相监督。不如我们分头看地图找线索吧。不是说探索还有额外的奖励点吗？可是大家分开后被各个击破怎么办？而且恶魔玩家肯定会隐瞒自己发现的线索。没关系，我们只要两人一组，互相监督。等血月开始就抓住和自己同组的人，确保对方在黑暗中无法行动。恶魔要么自曝身份强行动手，要么等着我们找到线索。就按若姬新人说的来，这是最稳的做法。果然，要抱在一起啊？那我们2个女生一组吧。也不用抱吧。那我来照顾新人吧。行。不好意思啊，我要和这位林前辈一组。好。因为我是完全没战力的新人，而你是最强的一个。为了防止被你先杀死一个战力，我要用自己的命去验你的身份。哼，有点意思。自离第一次雀跃剩余48分钟，审判金钟充能中剩余玩家数量6。这是被那个中二病烧掉的吧？好可惜啊！图书馆这种地方，怎么想都会有很多线索。那个前辈啊，规则说让我们找恶魔身份的线索，那会是什么？直接给我们人名吗？姐姐，你看上去年龄比我大吧？直接叫我毛毛就行。其实我也才经历了10几个副本而已。不用这么紧张，刚进入无尽神域确实会不习惯，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不过是个特别厉害的全息游戏而已。反正也出不去，玩就好啦。至于线索，应该不会那么直接。按我的经验，多半是啥靠近恶魔会有反应的道具之类。所以要找的是道具吗？原来这个副本有怪的，好像是作为陷阱之类的，隐藏在各种地方。不过等级不太高，只要不是特别倒霉，一次性触发很多，对我们就没有威胁。是这样啊！太多了吧！先是餐厅里刷出来一堆发疯的老鼠，去了仆人房跳出来个会咬人的宝箱，现在走在过道上都有会活动的铠甲。这个钟楼里究竟放了多少陷阱？林前辈加油！林前辈你是最棒的。不过等级不太高，只要不是特别倒霉，一次性触发很多，对我们就没有威胁。这个钟楼里究竟放了多少陷阱？林前辈加油！林前辈你是最棒的。给我去死！别他妈和我站那么远！劣迹！好的，林前辈。现在最不能让我死的就是他。要是我在探索中不小心挂了，他肯定洗不清了。我说，你不会是在不停的故意触发陷阱吧？怎么可能？就算我想触发，也不知道陷阱在哪儿吧？都是巧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运气特别差而已。很好，趁着有这个能用到死的保镖在，我顶着底 buff 给关键道具充能也安心了。反正我不需要战斗，刚好可以好好解密。在这个满是恶魔的钟楼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让我获得强化呢？等等，满是恶魔的钟楼？对呀，我记得开场故事说明里，玩家们是一群来钟楼讨伐恶魔的勇者。那在这种恶魔的巢穴，为什么会有能审判恶魔的金钟？游戏时间00:49，距离第一次雀跃剩余11分钟，审判金钟充能中，剩余玩家数量6。这些房间一个个搜过来也太耗费时间了吧？光2楼就花了快1个小时。呀，
这是总算找到了有用的东西了。顺从你的欲望，承受贪婪的代价。付出代价，和恶魔进行交易。难道说，死在钟楼里的人不是被抓来的？把你手上的道具给我。这样不好吧？之前找到的3个道具都被你拿走了，黑装备这种事情很没素质呀。不要让我说第2遍，弱鸡，不然我不介意把你手脚打断，拖着过完全场。那多不好意思，还是不麻烦你了。算你识相。如果你身份真没问题，老子保你躺赢。走了，还有一点时间继续探3楼，不许离开我的视线。有点不好办呀。虽然之前的操作把他对我的怀疑消除了不少，避免了被直接击杀的危险。是，但这样被盯着什么都干不了。幸运硬币已经充能好了，没了厄运的负面效果。故意引怪，万一没演好，只会惹人烦。虽然之前的操作把他对我的怀疑消除了不少，避免了被直接击杀的威胁，但这样被盯着什么都干不了。那边是最开始被那2个人打坏的地方。哦呦，墙都打碎了。先过去看看。这里是苗姐出生点的刑讯室，被他干掉的人出生点应该是在旁边禁闭室，还真是一个照面就打起来了呀！操，被破坏成这样，看来找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去隔壁，时间不多了，搜完下个房间，准备找地方躲过血月阶段，别给老子磨蹭。行，大佬你说了算，是个卧室，不过没2楼那个豪华。等等，这个房子是在刚才的刑讯室边上，但这样看的话，这房间面积不对，在靠近刑讯室的方向肯定有隔间。闭嘴！老子还不用你个弱鸡来提醒，跟紧点，别让我发现你有什么小动作。哎呀，这家伙是真的烦呐！这个房间难道是？怎么了？里面有怪吗？这个房间是恶魔的祭坛。等等，难道说这个房间里有血月的效果？我能看见，是因为恶魔的身份，他其实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但假装没有异常，是为了趁机试探我的身份。如果我没能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房间的问题，露出破绽就会被他瞬间击杀。还真是一刻也不能大意呀！有意思。既然如此，救命啊！什么？这个黑漆漆的房间里有东西在攻击我！既然你给了我合理自由行动的机会，就别怪我好好利用了。大佬救我！怪好多，我要死了！我看不到门在哪，救命啊！若曦，看不见就别他妈的乱跑，往门口来！总算到手了一个可以用的道具。操！陨罗，踩烂他们！可算有光亮了，谢谢大佬救我。再乱引怪，害老子浪费技能，老子就弄死你！房间太暗了，我一下就慌了。要是大佬您提前提醒我一下的话……废物！毕竟我是新人嘛，菜一点也没办法。是去探1楼的2个人，要和他们打招呼吗？不用，马上就要血月了，要和其他组保持距离。我们也赶紧找个地方躲过这一波再说。没错，是要找个好地方。充能完毕。行了，就在这里。通往禁闭室的门锁上后，多少可以拖延点时间。真遇到袭击，不管是撤离还是居守看守室，都是个不错的地方。这个角度不错，确实是个好地方。哎呀，林大佬啊，您说其他2组现在应该就躲在对面房间里了吧？老子怎么知道？不过看他们之前的位置，如果脑子正常，应该不会快血月了还到处乱跑。确实只能判断个大致的位置，看来剩下的就只能交给运气了。那就选在这里开场吧。若姬，你他妈在外面磨磨蹭蹭的等着吃屎啊！这不是让大佬您先确定下房间安全吗？免得又和刚才的暗示一样，
满地都是恶魔法阵。你为什么能看到？刚才触发的陷阱是法阵。猜的！操，这他妈的反应也太快了！强迫自律。强迫自律 F 级，让目标在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按之前的规划行动，持续时间与最终效果受到目标精神抗力影响。备注：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自律的人有多可怕。异能原石心智 ，F 级异能，这种垃圾东西也敢拿出来对付我？你这种弱鸡，没有继续挣扎的意义。所以是真正的恶魔玩家在指挥你，他给了你其他好处，你们借助之前的暗示联络。说。是谁养的狗？死！烟枪投射。在知道法师和狙击手一组后，作为刺客的妹子立刻就选择了封闭的4楼以上区域。走，我们去楼上，下面就拜托你们啦。而李耀却完全没有拒绝在有走廊容易被远距离袭击的2、3楼活动。他果然也有很强的远程攻击能力。该死！勇者陷入黑暗，恶魔得到情报，总算赶上了。全部布局完成，接下来就交给运气吧。幸运币激活，装备反弹之刃。居然没死！切，等血月结束再跟他算账。我下来了。哎呀，还好我道具够多，低级雨落符救了我狗命。我下来了。哎呀，还好我道具够多，低级雨落符救了我狗命。选择带幸运币，本来是希望在这种身份局投票的时候改变局势的。不过现在看来，作用或许比我想的更大。我已经制造出了成功可能性。希望刚才那一瞬间，运气真能让事情朝着最有利我的方向发展。小心，我们被攻击了！哎，哪里？什么？是岩柱！果然，最后那个恶魔是灵药。安静，幻路先生。黑暗中，我们没办法和他对抗。为了避免误伤我这个无辜的路人，接下来我要暂时退出这片混乱的舞台。剧情道具：恶魔法典。发现地城，地图探索度加20%。趁这个时间，好好挖掘下副本中的剧情奖励吧。哎呀，副本里的都有病吧？之前的尼克骷髅就算了，那个恶魔也来偷袭我一个手无寸铁的恶魔玩家。难道是因为就算我刻意遮挡了自己的帅脸，也掩盖不了自己温和善良的气质？这些怪也太以貌取人了吧！这脑残副本连个敌我识别都没有。要不是我仗着血月状态的力量加持，硬是把这套装饰铠甲穿过来了，光靠 F 级道具还真冲不进来。哦，血月结束，属性强化的 buff 没了。还好需要打的怪已经清完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地面上现在已经打成一团了，应该不会有人想起我这个在安心挖掘剧情的无辜路人。不过，就算成功让其他玩家内部，我依然有个无法逾越的问题：实力不足。这个副本的规则是必须将勇士玩家全部淘汰。最后想要胜利，我至少需要能单挑干掉一个人。在血月的 buff 下，我借助这套笨重的铠甲和之前储备的大量 F 级消耗品，打 PVE， 刷下没脑子的地图怪什么的还可以，但用这套打法去对付其他玩家就是找死。那些老硬币有1万种方法玩死我，所以通往胜利的唯一方法就是想办法从副本剧情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强化。任务物品上说地点应该就是这里了。那么，契约重现。我等愿为您效力，
我们将杀死其他同行者，来向地狱展现忠诚。这个道具触发后，居然一次性暴露全部恶魔玩家的身份，还好是藏在暗室里，这要是被勇者方拿到还得了？你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污秽之血涂抹到审判金钟上，成功后，我会赋予你们一次召唤血月的机会。在这次血月下，你们的力量会得到额外的强化。哦，这是触发支线任务了。找机会污染金钟，换取一次主动的血月，听上去还算不错。但是，我拒绝。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这是背叛我的代价。出现了，这游戏的副本果然能深挖。这整个塔楼都是您的领地，污秽之血看上去也准备良久。您想要毁掉那个金钟易如反掌，但却要为此上演勇士讨伐恶魔这样繁杂的戏，不真正为给您效力的人恶魔的身份，甚至连塔楼内的其他恶魔都会一视同仁的进行攻击。这种偷找外包又不签合同的做法，明显就是为了最后好甩锅。属下猜这个金钟属于一个您惹不起的大人物。属下再大胆的假设一下，这位大人物是您的上级。你很聪明，但就算你猜对了，又如何？根据在钟楼内各种线索推测，这里原本生活着你的属下，用各种灵活的方式与人类签订契约，为您收取他们的灵魂。因为审判金钟的存在，这个经营良好的网点被迫停业了，所以您才想将其清除。没错，原本为我主持钟楼的眷族都被那些无耻的违约者用金钟清除。其实您完全不需要用如此落后的方式获取灵魂，只要抓准自己的差异化赛道，加强对势能积累的简单复用，实现价值的转化，就能通过特有抓手找到自己擅长的垂直领域，开拓独属于您的蓝海领域。简单来说，就是属下有办法为您获取更多的灵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王倦，从业以来得到每一任老板高度认可的优秀下属。您只要提出目标，我就能为您带来成果，而您只需提供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投资而已。很有理，人类，你想要获得什么？人类，你想要获得什么？更多力量，还是地狱的爵位？只要你工作足够出色的话，在没有成果之前，怎么好意思谈报酬呢？属下是出于工作需要，是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想请您帮忙引荐一下那位立下金钟的大人物。要签契约，当然要找最强的那个。混蛋弱鸡，居然敢耍我！接下来，老子要让你好看！什么？击中目标，触发了一次性保命技能，弹道偏斜，命中手臂。看到自己的废物棋子暴露，于是亲自下场了吧？给我去死！现在想逃？完了！别躲了，让我们结束这一局吧。哼，你跟着发什么疯？喂喂，你自己在血月都挑明身份了，还继续演就没意思了。什么？这是一级法术？看到了，这是对之前偷袭的回礼。你们他妈的到底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偷袭？难道说？难怪他要反复确认其他人的位置，而且要在血月开始前的最后一瞬间暴露。是那个新人引诱我，在黑暗中往你们所在的方向发起范围攻击。
那个弱鸡竟然敢算计我！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胡乱发起范围攻击，通过只存在于理论的攻击路径，恰好攻击到了处于隐蔽的我们，而且恰好精准命中。如果不是我有保命法术，就直接被秒了。你说这是巧合？哼，虽说不是没有机运类装备，但你刚才却说自己的目标是那个白板新人，聊爆喽！该死，被算计了！既然怀疑我，现在金钟已经充能了，你们不去顶楼桥中，在这围攻我干嘛？然后在通往楼顶的狭小垂直地形上，被你用岩石傀儡一网打尽吗？如果你愿意老老实实被我们彻底打残，解除战力等敲钟也不是不行。不过看起来你不太愿意。副本道具金色钟锤，用它敲响金钟会发起远程投票。我们去拖住灵药，你去敲钟。明白。胜利了，接下来只要敲钟就行了。啊，毛毛你也来了。等等，那我爬这么辛苦是为什么？身份是勇者，玩家脱离淘汰。身份是勇者，玩家毛怡文淘汰。身份是勇者。都不是恶魔，怎么可能？难道？苍龙，我疼了！你想用什么姿势赢都行。哦，不是这个。原来是这样，是我小看你了，王健。3打1居然还被反杀，那3个人究竟会不会玩啊？老子可是1到10级就能成为职业者的，不要把那些连圣遗物都还没配好的废物和我相提并论。圣造物，无尽神域中玩家能获得的物品包括作为携带品的道具，可以有限携带的装备，以及能解锁超凡体系作为玩家职业根基的圣遗物。圣遗物只能在副本中获得，如果你不想和那些废物一样卡在10级，最好尽快开始收集。多谢提醒，不过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你只有1级，没有点数交失败惩罚，所以下场副本是血印生死局。不过对你来说都是小意思，期待下次和你碰面，然后再次被我碾碎。不要说的你好像赢了一样。哼，在你能利用的棋子被我清理干净的时候，这场游戏就已经结束。就算我现在生命不足3%，也不是你能对抗的。如果我现在敲钟对你进行审判，你也会瞬间击杀羽山，来确保无法构成多数票。如果我现在敲钟对你进行审判，你也会瞬间击杀羽山，来确保无法构成多数票。没错，而且你真的要把希望赌在这个傻妞头谁呢？现在什么情况？为啥灵药来了？究竟谁是恶魔？当然不会，那样的话我辛苦这么久不就白忙了？上钩了！血月降临。这个老硬币果然还留有这种不讲道理的大范围攻击，伤害好吓人。还好我假装莽一波，在最后一瞬间突然开血月，把他的大招都骗出来了。刚才那应该就是他最后的底牌了。不过以他的个性，应该继续维持高强度范围攻击，彻底弄死我，而不是趁机在地上布满碎石，利用响动来探测我的位置这种小手段。就算还有后手也没关系，接下来的10分钟足够得到强化的我把它一层一层扒光了。啊！我被攻击了，这家伙下的手，什么手？
不对，生命值没变化。这个血迹，还有这种清晰的疼痛感，难道是我现实中的身体受伤了？传主既然已经决定通宵了，那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完。根本不可能！真是的，都1个多小时了，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哟，你居然还敢来图书馆！啊！而且看上去和新男人玩得很开心嘛。什么新男人？你是谁啊？薛婉，上次你去教导处举报，害我被处分了。哼，不就是拿了丢桌上的破耳机吗？这个贱人居然跑去教导处找，还差点报警。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而且那个耳机是我占做的，给你添麻烦了。消消气，宝贝儿。龙哥，我这不是答应来帮你出气了吗？谢谢老哥，你果然最疼我了。哼，不就是拿了丢桌上的破耳机吗？这个贱人居然跑去教导处找，还差点报警。消消气，宝贝儿。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而且那个耳机是我占做的，给你添麻烦了。龙哥，我这不是答应来帮你出气了吗？谢谢老哥，你果然最疼我了。你要干什么？别怕，我不打女人，所以……王俊，你没事吧？王俊，怎么回事？我不是陪你来讲道理的吗？怎么打起来了？喂，老公好帅！老公，快继续揍他呀！喂，兄弟，你怎么样？确认目标持续深睡中，之前的移动应该是信号错误。准备伪装介入，收容开始。救护车来了，怎么回事？有人在图书馆里打架哎，听说是争风吃醋哎。啊，确定吗？怎么看着不太像啊？兄弟，你一定要挺住啊！救护车来得好快，他应该会没事的吧？啊，可我才刚刚挂电话呀。退后，你影响到我们收治病人了。不好意思啊，医生，您一定要救救他呀！那个救护车要人陪同的吧？我和他一起去。上车。该死！现实中是什么情况？警告，退出副本将视为任务完成失败。这种时候还管什么任务啊？当然是……不对，冷静一下。我现在在学校图书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危险，受伤顶多是发生了意外，比如摔倒什么的。最大的危险来自那群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应该不会在图书馆这么瞩目的地方太高调。身体没有受到进一步伤害，现在强行退出，如果发现是意外，就是虚惊一场，点数被扣光，游戏里的发育被打断节奏，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危险。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明显，不惜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干掉他，结束这个副本。结束这个副本。尊敬的九域领主拜尔提亚，我王卷遵从契约，换取您的眷顾。契约兑现。天亮了。玩家0耀淘汰。本来想着打个残血可以不用求剧情大腿，不过为了尽快结束也是没办法的事。王姐你好厉害，居然打赢了，我们赢了。对啊，赢了。提升盾为勇者，剩余人数2。审判军中失效。啊！强迫自律。动不了，他要对我做什么？那么下次排到一局再见了。
原地卡死，他刚才居然真的什么都没想吗？啊，总算结束了。不过等下还要回个人空间兑换奖励，做好准备，以防现实中真有危险。毕竟我才1级，连任务失败惩罚的50点都拿不出，你就当照顾新手了。我明白了，原来你才是最后的那个恶魔玩家，王娟，你这个骗子！失败惩罚，那是什么？我也没有50点啊，点数需要留吗？啊！你这种心机深沉、扮猪吃虎、假装人畜无害、暗中抢先升级、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人，在已经过了3次 F 副本后，怎么会连这种事关生死的规则都不知道？总觉得被很失礼的描述了。嘿嘿，你骗谁啊？我才不会上当呢！等等，事关生死，难道说这个游戏点数不够扣的话，真的会死？喂，你地图探索度多少了？要死了！快说呀，探索度多少？啊？什么？探索度是15%？怎么了？这效率也太低了吧！感觉会浪费我不少时间。走吧，我赶时间，我们搞快点。啊？去哪儿？但下一场就要靠你自己想办法了。谢谢，你果然是个好人。可我们不用从楼梯下去吗？剧情相关的内容难道不在下面吗？都说了我赶时间。明明是自己不惜献祭亲人召唤恶魔，也要立下的契约，得到力量之后，却说是被恶魔蛊惑，大义凛然的前来讨伐。人类还是这样的不可理喻。恶魔，那要试着和我做个交易吗？哦，虽然我不认为已经是祭品的你能拿出什么，不过听听也无妨。你想要什么？复仇、力量，还是自由？我要将你们这些恶魔驱逐出这个世界。你向恶魔许愿，获得驱逐恶魔的力量，有趣。为了那样的契约，你能付出怎样的代价？把这个世界变成真正的地狱。圣徒约拿将能审判恶魔的金钟传播到世界各地，很快恶魔的势力便被清除出了这个世界，但已经全面开始的恶魔审判却早已无法停下。教会靠其巩固权势，政客用它排除异己，商人以此垄断利益。正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不再有真正的恶魔，所以一切罪恶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以审判恶魔之名进行。人类相互猜忌，彼此提防，战争与屠杀最终将整个世界吞没。讽刺的是，恶魔信仰反而卷土重来，甚至占据了用来审判恶魔的钟楼。但对于残存的人类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毕竟真正的恶魔在人心之中。这就是你一定要把我从天台丢下去，摔成残血再一起跑地图的原因吗？怎么会，都是为了赶路而已，你不要多想。啊！场景探索完成。我探索都满了。背景故事复原完成。地图探索度100%。哇，你好厉害！场景和任务道具里的信息那么琐碎，你居然这样都能还原出整个故事。我直接问当事人的，和签订契约的大恶魔拜尔提亚，是这个副本的隐藏 BOSS。我作为恶魔阵营的玩家，和自己的老板交流下不过分吧？这副本也太不平衡了吧！恶魔玩家有直接送的情报，还有能跨10几秒人的强化，难怪我这么努力都赢不了。真是太好了。等等，献祭？献祭。就算要淘汰这种死法也太奇怪了！王姐，你这个……玩家以山淘汰，其身份为勇者。挑战副本圣钟楼任务结束，胜利方为恶魔。这
任务完成，血染钟楼，主线任务阵营胜利。任务奖励：恶魔玩家全体50点奖励。支线任务自身存活，奖励 S 级技能礼盒。击杀得分，击杀玩家2人，20奖励点。自选参选，50奖励点。正式部的网格，等级提升为2。玩家王卷任务完成，开始回归个人空间。副本道具：恶魔法典已移除。副本状态：恶魔契约已清除。果然副本里的东西不能带回来。签订契约后，灵魂的束缚感也完全消失了。如果不是要护着雨山把地图跑一遍，我连最后那一次献祭都可以赖掉的。反正恶魔那边对于投资对象卷款跑路这种事，应该也已经习惯了吧。玩家王卷极难副本完成，获得以下奖励：额外等级奖励+1，特殊中的恶魔法典。哎，副本道具被我带出来了，这是富贵险中求啊！1号系统开启，根据下次副本表现进行评定。而且我已经3级了，在同批次新人中绝对是第1梯队。接下来只要保持这个速度，很快就可以超过那些前辈了。那些偷偷努力的混蛋休想超过我！冷静冷静，副本的事情后面再想。现在的麻烦是现实。之后我没继续受到伤害，刚刚应该只是意外吧。那个，你们是医生吧？他这个样子不需要处理吗？没事没事，他的状态我一直有在监控哦，放心吧，不会出意外的。情报公开，王卷等级3，装备幸运硬币1，弹伞之刃破损 S 级，道具恶魔法典3-31级，各类新手道具42个，技能强迫自律 F 级，剩余奖励点数135点。目标成功回收，日后填写报告的事就拜托你了，希拉姐。太慢了，同一批次的其他样本，总部都已经派人来运走了，而且还带了个赠品回来。你是嫌后勤部门不够忙吗？没办法，目标移动了1次位置，之后所在地的安保等级有点高，事先没准备的情况下，我能不引起骚动已经很努力了。移动？什么意思？不知道，估计是被人带走了，或者是探测器故障，一开始就显示错地方了。有趣，反正下次总部回收要等1个月后，不如就趁这个时间，让我好好研究一下。刚好这个小家伙看上去还蛮可爱的，应该能给我带来不少乐趣吧。对啦，报告别忘啦。知道了，要是不及时上传，老头子又要唠叨了。那你倒是自己写啊！我操，这下麻烦大了！我才刚刚进入游戏，正常来说不是应该给我时间狗发育吗？怎么一局出来就发现自己被人一波带走了？之前经过向下的电梯，房间位置应该在地下，角落有监控，大门有电子锁，顶上有通风口。这次 F 级异能礼包选出来的3选1奖励，其实都还挺适合逃命的，甚至可以把点数都砸在卡池里，看抽到啥再来搭配。好好操作的话，逃出去应该不难。但这样逃走根本不解决问题，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目的，不知道他们有多大能量，不知道他们和神域的关系，甚至连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都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就算成功逃脱，也会很快被再次抓住。贸然行动只会暴露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我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不暴露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潜入其中，多收集情报。这就比单纯的逃走难太多了。生理数据监控，温度舒适，空气新鲜，伤口处理完毕。有点硬，但比出租屋的床板好。日常睡眠不足5小时的某选王，在躺平中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仔细想想，现在我不用担心现实中的身体情况，可以安心准备下一个副本。其实就这样躺平也挺舒服的。这是
上一届排到的那2个人，原来这游戏还有好友功能啊！玩家刘胜军申请成为您的好友。对不起啊，当时情况比较突然，那个叫何小天的有很强的预知类能力，不把他解决掉，我们根本没法玩。我指望突然动手能多换掉几个，结果没成。不好意思啊，把你坑进血印了。新人，你被吾辈那受到赵案诅咒的命运所牵连，将要面临血印的试炼。但无需惶恐，无需担忧，因为吾辈乃是无数次身负血印、无数次跨越生死之人。虽然因为神域的法则，吾辈无法亲自降临到你身边，但我意志与决心将会与你同在。这是吾辈赋予你的力量，心怀感激的收下吧。这2个家伙，看样子是一出来就发消息给我了，现在应该已经收到胜利通知了吧？不过，他发我的这个视频是什么？难道还有什么秘籍？长宁镇是一个安宁祥和、很少有外人前来的矿业小镇。最近因为小镇外的矿井中挖掘出了一本古籍，这里开始出现有恶灵在夜晚游荡的怪谈，导致镇上人心惶惶。考古学者罗德教授委托了5位最专业的调查员前来镇上调查真相，平息镇上的流言。游戏副本《鬼镇奇谭》，《鬼镇奇谭》为组队合作寻奇物副本、养奇物副本，共有5名玩家参与，请玩家们团结合作，共同完成任务。任务范围：长宁镇，玩家不得离开这一区域。任务目标：在任务实现的7天内回收1级圣遗物符灵文书。任务奖励5，任务惩罚5。所以在这个副本里，我们玩家的身份就是那5个最专业的调查员，而这位老先生就是我们的委托人罗德教授。等等，是我雇佣你们来调查的，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不是在调查吗？给我老实交代，关于那个古籍，你还知道什么？你下半辈子不想靠着尿布和轮椅生活吧？你不要过来呀！通常来说，任务委托人多少会隐瞒些信息，而且为了闹鬼的流言就花钱去请人来调查的，他肯定多少知道些什么。哦，通过刑讯逼供来彻底弄清楚甲方的想法和需求，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他服务。这么好的办法要是能推广开来就好了。不过这副本为什么完成任务都没有奖励啊？因为这是需要特殊门票才能进入的奇物本，奖励就是目标本身。F 级圣酒物特灵文书。圣遗物，林耀也说过这个词儿，能用来解锁超凡体系，作为职业根基什么的。玩家实际以后就需要确定自己的职业，而圣遗物就是合成职业的材料。除此之外，圣遗物本身也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哎，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不会真的只有3级吧？我还以为你有啥能力可以隐藏等级和称号呢。萌新如假包换。不会吧，徐淼，这就是你找来的帮手？你这就是直接放弃了？我乐意，要你管。问出来了，这老头是考古队负责人。因为挖掘出的古籍被市长征收，想要取回才雇的我们这些人。也就是说，符灵文书其实是在市长那儿。目标锁定，冲冲冲！很好，我带了开锁道具，路边调个车，我们就出发。徐淼，我们先走一步，这局承让啦！嘿嘿嘿。哎，这局不是合作副本吗？副本机制是合作没错。但是作为奖励的圣遗物只有1个，大家只能各凭本事，所以这种副本大家都是尽可能的多收集入场券，就算不能组成完全的亲友团，也要多带自己人作为帮手进场。这个本总共有6张券，我弄到了3张，结果1张给了你，想让你有机会调整心态，熟悉战斗。另外1张找的帮手在最后关头把我割了。原来这种东西很宝贵吗？那当然，
这可是100%出圣遗物的副本。所以你现在对于坑掉我一张票的事情，是不是很愧疚啊？原来你知道啊？开玩笑的，我消息发出去才看到的系统通知。不过既然答应了带你，我就不会反悔。你也别多想，那时候我票都给你留了，就算临时想换，也组不到合适的人。所以我们只要抢在其他人之前把任务完成就行了，对吧？好，奇物本自身的难度可不低，那3个人也都是好手，你想试试？被人找来帮忙，不全力以赴怎么行？而且来都来了。既然如此，我们也快走吧。等他们闲起来，警察封路就不好办了。我们这个等级面对大量枪械还是够呛。闹起来，封路，等等，设定上官方是我们的友军吧？你刚刚进入没多久，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无尽神域归根到底是个游戏，副本世界对我们而言只是游戏的场地。在副本中不计后果，直接高效地完成任务，这就是玩家们的做法。任务：为王奶奶找到走失的母鸡。你看他们是怎么找 NPC 问情报的就懂了。现在他们要么在策划绑架市长，要么在准备突袭市政厅。哎，是警局吗？有几个暴徒准备袭击市长。哎，对，不用谢我是热心市民。好了，我们现在去警察局录口供吧。你在干嘛？这和我们的主线没关系吧？把副本内的势力调动起来，限制对方的行动，同时为自身提供便利，最大程度借助副本自身的力量，这是我的做法。系统地图有标记功能，你路上看到商店、医院之类的，都可以在上面标出来。这种场景固定、中长时间的副本，一般来说花点功夫摸清环境总是有用的。哦，原来还有这种功能，谢谢苗姐。对了，你和其他玩家对话也不用担心 NPC 听见，玩家任何违和的言语举动都会在认知上被屏蔽。看建筑风格和行人打扮，副本背景类似20世纪初的美洲，这种矿业小镇的行政力量一般不会太强。如果对方的战力和苗姐你差距不大的话，想要靠副本 NPC 彻底围杀他们好像不太现实。离间、偷袭、下毒，不知道附近的驻军有没有办法调动。对了，这个副本有恶灵的说法，如果投靠到怪物那边的话……不用做到这一步。虽说有竞争关系，但这其实是个合作副本，玩家之间一般不会直接起冲突的。居然这么和谐，难道所谓的合作者不就是用来背锅挡刀的吗？思路很棒，我很期待你被人挂在公屏上骂的那一天。总之，能获得情报上的帮助也是好的，而且西部小镇民风彪悍，说不定能给我们惊喜呢。哎，给我去死吧，你这个邪魔！我操，这民风也彪悍过头了吧？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根据世界观不同，有的副本 NPC 完全无法交流的情况也是有的。先试试看能不能让他冷静点，毕竟来都来了。说的也是。强迫自律。警长先生，我们得知有几个无法无天的暴徒潜入长宁镇。我们是来报警的。请坐。原来就是你们报的警啊！我是这个镇的警长。来，别客气。这可是禁酒令时期没收来的好东西。警长先生，我们是受罗德教授雇佣的探员，前来调查本镇出土的古籍与相关的恶灵的传说。对，是我雇的人。我们得知有暴徒想要抢夺古籍，出于安全考虑，可以请你向市长谏言，将古籍交由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保管吗？什么恶灵暴徒？我知道，肯定都是那个老混蛋在搞鬼。那个老混混头子说什么金盆洗手、回家乡养老都是假的。现在嗅到钱的味道，就迫不及待地钻出来了。派人偷走了属于镇上的古籍，
还想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来转移我的注意。偷？书已经被偷走了？也就是说，书现在其实是在那位混混手里。对了，警长先生，最近镇上有什么凶杀案吗？没有，我年轻的时候可是镇上第1快枪，没有哪个混蛋敢来我这儿胡闹。镇上已经几10年没出过大案了。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哎，你没收到吗？支线任务：找寻真凶。任务说明：我会抓住你的，一定。任务奖励：副本道具兑换券。触发支线了？我怎么没有这个任务？我们现在想去市长那问问情况，警长先生，您可以为我们引荐一下吗？小事小事，你就说是我让你过去的就行。哎，对了，这个给你，拿去吧。这是枪？拜托啦！我这是触发啥支线任务了？苗姐，我在和警长对话之后，身上多了个 buff， 你有吗？算了，不管他，把主线任务搞定比较重要。你是说这个阵营认证？你理解成临时势力就行了，很多副本里都会有，算是系统功能的一部分，来帮助玩家和 NPC 区分敌我。居然有这么方便的东西，难怪他让我们自己去找市长。来，苗姐，你看2楼那个阳台，你能跳上去吗？小意思。你想干嘛？不是说去市长那里问情报吗？你看我们的身份都得到警方认证了，洗劫下警局不过分吧？准备就位。门是锁住的，里面没有人，内部安全，可以开锁潜入。收到。等一下，这里是警察局啊！你们在干什么？找线索，顺便补充点装备。不是你请我们来的吗？自己委托的任务都不记得了吗？你很奇怪。我就是委托你们找本书而已，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吗？没事的，我们之前都和警长申请过了，他说过允许我们自己随意调查，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会掉阵营好感。警局里面的人都被派出去阻挡暴徒，所以才自己动手。安心啦，一切都合理合法。我们和那3个暴徒完全不一样。王俊，你来看下这个。这些是最近的报警记录。孤儿院、矿洞，还有警长之前提到的黑帮，加上最开始委托人说的市长。现在我们找到的线索就是这些方向，任务物品应该就在这几个地方之一。按照流程一环环的询问 NPC， 估计这些地点彼此间会形成个任务链什么的。不过我们这次的任务是纯粹的找东西，我也不是太关心剧情，所以无所谓了。反正我们有警方许可，把这几个地方顺着搜索一遍好了。罗德教授，麻烦你去把车……啊，司机，我是说，委托人逃走了。没事，在路边偷车不太合适，我们顺便再借用一辆警车好了。尹鄂安他们估计现在正在市政厅那边和警方互动，我们过去的话，估计会撞上他们。我们先去别的地方，不然被他们误会，影响队友之间的信任就不好了。不想路过市政厅的话，那镇东孤儿院走起。对了，王俊，你上一局活到最后，应该赢了不少点数，用掉了吗？没，说实话不知道该怎么用。按理来说，游戏早期应该迅速把点数投入到自身强化上，但那个坑爹卡池我实在是不想碰了，感觉就算把全部点数投进去都不会有啥收获。很好，你现在这个等级除了个人空间的生活必需品外，不要在强化上投入任何点数。神域的系统功能是随着玩家等级逐步开放的，比如3级开放称号系统，5级开放定制卡池，7级开放属性界面和强化，甚至可以说直到10级通过渗透物开启职业系统，这个游戏才算是真正开始。早期尽量用副本奖励的卡包过渡一下，因为就算你在低级常驻卡池投入再多，大部分能力也很快就会被淘汰。如果真扛不住，也至少要等到5级，根据自己的规划开启定制卡池之后再投入点数。哦，我说怎么感觉怪怪的？
这样逐渐展开系统，是为了让玩家先在副本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大概吧，毕竟刚进游戏的新人，连心态都还需要调整，对战斗更没概念。就算给一堆强化，也不知道要干嘛。说起来，你还记得我们在这条路上开了多久？不超过10分钟，而且我们出发的时间是正午。行吧，毕竟是起雾本，我也觉得不可能让我们安安稳稳解密就能顺利通关。我组你进这个副本，本来就是希望你有机会能多适应一下战斗。你这个家伙，脑子是绝对够用的，但这还不够。大部分新人被淘汰，都是因为关键时候不敢拼命。刚好现在有机会。你不是拿了不少枪吗？等下我来掩护你，你试着自己。了解，把安全带系好。等一下，你要干嘛？让我们提醒下这位怪物小姐。交通安全这种事情，下辈子一定要注意。生命值损失27%，左臂与头部受损，还挂了个流血的 debuff。我自己下车去把那个怪砍了，都不至于伤成这样。没办法，我抽到的能力都是辅助类的，想越级打怪，只能稍微冒点风险啦。我大概猜到你上一届是怎么赢的了，感觉更像是丧尸一类的怪物。不过能把车撞成这样，身体强度比一般的丧尸强太多了。表姐，他这种等级的怪物，你全力出手能对付多少个？5、6个肯定没问题。考虑到丧尸类怪物一般都没有脑子，估计再多1倍也能打。那多100倍以上。快跑！他们追过来了！外乡人，杀死他们！去死吧，邪魔！这个数量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普通丧尸也就算了，这些家伙能跑能跳，力气大的吓人，甚至还能说话。放在低级本都能当小 boss 的家伙，一口气放出这么多来，这副本难度绝对超标了。不行，我的实弹也没有用。你不是说他们不会进入房子里，只要找个地方苟起来就可以了吗？在我们进入前，室内确实都是安全的，这些怪物宁可绕路也不会进去。滚出我们的家园，入侵者！可只要我们一进屋子，保护就消失了，甚至连屋主都会变成怪物加入追杀。他们一直在骂骂咧咧着入侵者什么的，会不会是我们开门的方式不对？如果是里面的人主动邀请我们进入，是不是就安全了？啊！这城市里已经全是怪物了，你指望这些怪物给你开门？其实吧，好像也不只有怪物。外面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那些怪物没散开，但也没有要进来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房子周围漫无目的的晃荡。看来和我推测的一样，没有被开启过的房间是他们无法进入的未激活区域。我的一次穿透环总算没有浪费，那我们可以有个休整的地方。目前看来，这个副本比我们预估的难度要高很多。白天的时候，小镇中有大规模的警力在巡逻，不光火力强，而且反应速度奇快。太阳落山后，又是满街的怪物，遇上了就是没完没了的追杀。说是寻找物品，但其实连收集情报的时间都没给我们。从头到尾每个环节都是高烈度的战斗，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你好，请问有人在家吗？嘿嘿，打扰啦，我们是警方聘请的探员，麻烦开下门。不好办呢。确实不好办啊。这么大个城市居然能刚好碰到，要是被发现是我们躲在安全的室内的话，他们肯定会破坏掉这个安全区，或者以此作为要挟。肉就不够分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能力制造的安全区，但我们其他的3位队友确实就躲在里面。直接表明身份的话，他们大概率会毁掉这个据点进行转移。所以我需要你挡住那些怪物，给我争取一点操作的时间。这个房子门窗完全封闭，里面看不到门外的情况，门镜带来的视野优势就是我的筹码。快开门！警局有重要任务需要每一位居民配合。我要伪装成来发布任务的 NPC， 把大门骗开。哼，原来如此，他们在寻找可以提供庇护的居民。如果不是提前布置了无人机，就真被他们得手了。哼，可惜了。既然你们无法探知里面的情况，就别怪我靠情报差进行碾压了。我只要假装成 NPC， 下边点对话就能把他们轰走。哈！谁会在杀戮之夜给你们开门呐？卑鄙的外乡人，立刻走开！立刻！此局有事在我。保卫家园，杀死外来者！争取时间，还真是说得轻巧。不过，这种被人信任与托付的感觉，居然还不错。我从来不是一个擅长思考的人。你自己不会看着办吗？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居然当着记者面打电话汇报，你是想让我担责任吗？对那些能将问题轻松解决的聪明人，我向往又畏惧。这次事故都是因为那个临时工自作主张，我们内部一定会对他进行处分，严肃处理，请大家放心。进入神域后也是一样，除了靠着蛮力不断的挥刃以外，我什么也不会。虽然我很快适应了战斗，剑刃也变得越来越强，但那一份迷茫与无措，却始终无法斩断。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我找到了能替我指引方向的人。而我只要拼尽全力去战斗就好。交涉与谋略，布局与博弈，那些我不明白的一切，都可以交给他去处理。我在这里的浴血坚守，是为了掩护他在我无法企及的绚烂战场上与人厮杀。嘿嘿嘿，快开门，让我们来一局昆特牌吧！外币巴布，你再顶一下，我这边马上就能把门弄开。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等一下，就算要暴力破门，也要等我先躲开啊！也给我一起去死吧！原来在外面求助的是队友啊！都怪这个副本没有队伍聊天，才引起了这么多误会。嘿嘿，没错，都是误会，谁会不想好好团结合作呢？你们两个少废话，赶紧来帮忙啊！我们这边要顶不住了。不好意思，我是没战力的新人。我的称号效果你们是知道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参与战斗。再说，这种规模的怪物，我全力出手也没多大意义。这已经超过我们这些无知者的战力上限了。全队战力都无法对抗，那已经可以排除坚守拖延时间的选项了。而你们是用特殊道具取巧才获得的安全区，显然也不是通用解，所以副本解法只可能是完成某种触发条件了。没错，应该是需要我们完成特定事件，或者到达特定地点才能结束这些怪物的攻击。原来如此，徐淼是找了个新人当谋士来补全自己的短板吗？别听他那些花里胡哨的，我都快被他坑死了。咱们一起加把劲把这些怪物杀光，问题就解决了。好像也不是。总之，我们交换下情报吧。现在看来，这个副本的任务虽然是寻找
街区原来只有这么小吗？我又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声音，是不是那个恶灵来了？好可怕！我们回去睡觉吧。要不今天晚上就不要偷偷去河边抓鱼了吧？不要乱说话！老师好不容易才和警察那边说清楚，这些流言传出去，以后会影响你们被领养的。可是我真的……我们说好了的，晚上去抓鱼找兔子，白天就少吃点，不然食物不够，老师又要去挨家挨户的求人了。再说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恶灵这种东西嘛？后面恶灵出现了！小朋友，我们能好好聊聊吗？吵吵闹闹的，小家伙们是不是又不乖乖睡觉了？不要怕，来和大哥哥好好聊一下嘛。你去那边找找。那些家伙果然没有跟进来。哎呀，总算有好好搜索的时间了。有人来了，你好，我们是……坏蛋，请从孩子们身边离开！哎，等一下，我们不是什么坏人。小心！哎，这个家伙……别怕，已经没事了。老尹，黄雀呢？王雀，你还活着吗？还行。我说你这运气也太差了！刚刚我们冲过来的路上，怪物就盯着你打，现在连家具都开始攻击你了。意外，都是意外。这不是趁着身边人多，给幸运币出下能。运气类的装备真是太难用了。去吧，注意安全。没想到原来老爷你是这么喜欢小孩子的类型啊！啊？你在说什么？这个任务你们都没有吗？个人任务？这么说起来的话，我之前在警局也收到过一个类似的。啊？我在镇长办公室收到过，原来你们没有吗？为了甩掉警车，把车撞进路边公寓的时候，我也收到过。当时情况太紧急，就忘记了。伤害的话，我会听话的，请放过孩子们。要把话听完呐！我就是想问个情报。原来你们是想了解镇上恶灵的传闻呢。对不起，是我误会了。其实就是最近的事，有个孩子晚上去河边玩的时候，说看到了对面矿区有恶灵在飘荡。思思，我真的看到了，一定是因为矿井里挖出的那本古书。镇上好多人都说是我们惊动了恶灵。不要乱说话，镇长小姐已经请了一位有名的教授来研究了，事情很快就会解决的。喂，你听到了吗？镇长请来的。这里就只有一个指向矿洞的线索吗？和我们的线索重复了。哎呀，麻烦了。看地图，矿井是在小镇的另一端强行冲过去，路上估计要减员了。对了，老师，随便再问一个问题。请说。你仔细回想下镇长请来的那位教授，是这个人吗？回想，你好像去死吧，外来者！
那么罗德教授，能请你解释一下吗？为什么镇上的每一个人在看到你的第一时间都会想要攻击你呢？我怎么会知道？而且你们是我雇的人，只要找到我要的东西就行了，别的不用管。对哦，你是雇主，嘿嘿，放心放心，我这个人最有契约精神了。我都忘记了。我还在想为啥一直要带着他，还好没丢。不过，我们的任务内容好像没要求雇主一定要活着呀。我收到长宁镇的镇长来信，说小镇上发掘出了一本奇怪的古籍，在出土的矿洞引发了奇怪的现象，影响到了工人的工作，希望我来将其回收。结果，在我无意念出上面的文字时，意外发生了，黑色的光芒席卷了整个小镇。之后，小镇上的人就都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杀掉外来者！大坏蛋！我来帮你吧。他们想要攻击我，可能因为是我引发了这一场灾难吧。但是请相信我，我只想找回那本书，来挽回这一切。任务完成，支线任务寻找真凶，获得奖励特殊道具兑换券。是你引发了这一切，至少这条是真话。所以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为什么这些消息其他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找你回收这种有异常的古籍？我们刚刚来小镇时，那一切正常的状态是怎么回事？还有，既然是你最后念的咒语，为什么你不知道书在哪？事情发生在1个月前，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在干什么？教授，谎言用言语创造奇迹的魔术，必须环环相扣才能精彩绝伦。来吧，我在期待你的表演。发生了啥？他们在说什么呀？这个 NPC 给的任务说明和我们得到的情报完全对不上，甚至在刻意误导我们。这家伙有大问题，不弄清楚就是在白忙。撕裂风波，静默言语，那是星空羽人的倒影。大家小心！什么鬼？突然就开怪了！仪式都已经快完成了，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安安稳稳的逛上3天就好了。结果你们袭击市政厅，洗劫警局，偷车撞楼，强闯民宅，把整个小镇的心灵环境弄得乱七八糟，居然还问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弄懂了，原来书一直在他身上，他的目的只是带着我们在城里跑上3天，好拖延时间。哦，难怪我感觉这个副本的任务线好乱呐，感觉就是在不停的跑路。啊，所以系统的任务要求是找到符灵文书，而不是将符灵文书交给罗德教授。既然你的诡计已经被我看破了，其实和你没什么关系。那这局游戏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嘿嘿，哒哒哒，战斗结束。玩家骆小南生命值归0，淘汰出局。小南，你干嘛要挡我的技能啊？我大招 CD 很长啊！星爵，你就是个……好友骆小南向您申请开启语音交流。拒绝。刚才在攻击命中的瞬间，教授和骆小南突然换了位置，应该是他手上那个圣遗物附带的法术效果，防止被围攻吗？感觉挺好用的。喂，光头，你一个人搞不定吧？都离远点！这次我一个人来打。管你是什么法术，只要快到让你放不出来就完事儿了。什么？
操！没攻击他的人也会被换过来。这样都没死，你保命能力不错嘛？你的语气为什么很失望啊？而且不用施法时间，这能力不会是被动吧？这怎么打？小鬼们，都给我进去！看来这局没法挂机了。徐淼，合作，装备最后揉点，拿到的人补偿对方1000点。妥，你说吧，怎么打？操！为什么又是我一个人在扛？要死了，真的要死了！好说，既然他的能力效果是和其他人换位置，那么只要用不分敌我的大范围能力就行了。1级召唤，幽影触手。现在你无路可逃了，无论你和谁换位置，我都会第一时间加强那里的触手绞杀。当然，直接对我这个施法者发起攻击是个好办法，是要先过我这关才行。绞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持续攻击，不用担心你突然换位导致杀死队友，所以将军了。不对，快停下 ！BOSS 都打完了，你在说啥？搞定，该分装备啦。玩家徐淼生命值归0，淘汰出局。情报公开。怎么可能？徐淼死了，被我一下秒杀了，爽！看来我输出其实还是很高的，这个等下一定要发公告炫耀下。小心！时间到了，现在怎么打？我扛不了几下了。不好办呐，以徐淼的体质，就算吃满我的全力绞杀都不会死，更不用说在最后关头换位过去，那一下连他的血皮都打不掉。所以 BOSS 的能力根本不是位移，不弄清楚的话根本没法打。所以，先想办法拉开距离再说。哼，这个我熟，崩彻麦溜。走得掉吗？我操！居然还有场地封锁！又被耗死在这里了。这局没了，这个副本难度究竟是什么鬼？不许动，罗德教授。王俊，原来你还活着啊！你是指望手上的那把枪吗？放弃吧，我已经试过了，副本道具也对他没额外效果。哼，不一样，这次我已经抓住他。该死！真的停下了？为什么？你们两个还记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和之后的行程吗？我们在路边弄了一辆车去市政厅，因为距离太远，开了整整1上午，中午才赶到。可我和徐淼在你们之后出发，只用了不到1小时，就到达了市政厅旁边的警局。什么？在我们和警方进行友好合作的时候，一不留神让我们的雇主罗德教授溜走了。随后你们在路边偶遇罗德教授，然后才成功到达了市政厅。然后我们在中午离开警局前往孤儿院，可还没有到达就发现时间已经到黄昏了。直到和你们会合才发现近在咫尺的孤儿院。与此同时，你们经过了整整1下午的战斗、搜索，并且对小镇多处进行了深入调查。时间错位了，并不是副本调查时间过短，而是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有效的活动。没错，因为从最开始在长宁镇中活动的，就只有罗德教授一个人而已。而我们这些玩家，不过是他内心中的多重人格。所以其实刚才的战斗，都是发生在他的内心啊。这种内心中的战斗，他作为主人格，可以让我们来代替他承担受到的全部伤害。所以真正能制约他的，反而是王娟这种直接想要杀死自己肉身的决心。等等，那岂不是说，我们要么被他干掉，要么同归于尽？这怎么打呀？没错，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不要到处惹是生非，在这个虚幻的小镇中待上3天，无声无息的消亡不就好了？很可惜，这个小镇并不是虚幻的。整个长宁镇
那些被你害死的无辜亡魂们来复仇了。没必要待在这种没前途的小镇。如果你真想从政，我有办法把你调入州议会。我是这里的镇长，我对镇民们承诺过会把长宁镇治理好。我哪里都不去。大家加把劲儿！全镇的人都指望着我们呢。最近又发现了新矿脉，日子马上就要好起来了。没错，我就是个老混蛋。可如果你敢在长宁镇闹事，我就算拼上这条烂命，也会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死人了！天哪，是凶杀案呐！镇上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我会抓住凶手的，我发誓。最近镇上有点乱，不过那都是大人们的事情，你们只要快乐的长大就好了。放心吧，老师会保护你们的。我成功了！我成功了！谁也别想阻止我！来吧，献上你们卑贱的灵魂，作为我永生的燃料吧！所以真正的故事就是，这位罗德教授利用符灵文书献祭了整个小镇的居民，将他们的灵魂从身体里抽取出来，用以发动某种法术仪式。结果大量疯狂不甘的灵魂涌入他的脑海，把他变成了疯子。你们这些燃料就不能给我老老实实的等着消散吗？所以我们带入的角色是依然保持自我的5个灵魂。支线任务其实是帮助我们发现真相的身份提示，准确的说应该是执念。你们应该注意到了，我们接触到的人都是没有名字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自我了。但最后那强烈的执念，把造成这一切的凶手变成了精神分裂的疯子。所以 BOSS 其实没办法直接杀死我们。他的攻击虽然打在身上很痛，但其实到最后会缩血。难怪我一丝血浪到这么久都没事儿。徐淼那边我出部长，没问题。献祭灵魂这种事，刚好我也会一点。那就希望地狱的恶魔们会喜欢他邪恶的灵魂，毕竟他现在和我不相生，也属于我自己的灵魂。结束了，真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副本。来吧，说好的肉装备，徐淼不在。就由你替他了。哦，没问题。这是这次副本又浪费了，王卷也被干掉了。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挺能干的。苗姐，那个圣遗物符灵文书我拿到了，该怎么给你啊？怎么样啊？死过一次之后，心态是不是改变很多？
所以只要接受了游戏的设定，在神域里面生活也……啊！你说什么？拿到了？怎么办到的？厉害啊！快，帮我看一下这个圣遗物的词条是什么？啥？就是卡片说明的最下方有几个单独的符号。看到了，是心灵和知识。啊，我就猜有心灵，另外一个还指望是生命或者契约什么的，结果是知识啊！这有什么用？开启职业啊！2个1级圣遗物能合成出一份职业灵药，至于合成能否成功，以及合成的职业是什么，就要看使用圣遗物的词条了。比如我想要的职业佣兵，就是用契约和战争词条合成的，而野蛮人的原料之一，听说是生命。总之这玩意儿不适合我，你先拿着用吧，我看能不能找人卖掉，到时候分你点数。谢谢苗姐，真是帮大忙了。哼，你自己凭本事弄到的，和我客气啥？你最后要用它合成职业的话，300点拿走就行。职业嘛，我会认真考虑的。早点决定职业方向，能少走很多弯路。你心里有数就行。苗姐，你怎么了？没事，我在洗澡。如果你没有视频需求，那我就先挂了。啊，那我就不打扰了。怎么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伤口啊？又要消失了。算了，不管它，下个本好好努力，一定要刷出想要的圣遗物。奇物剧本《鬼阵奇谭》，主线任务完成，支线任务完成，获得 F 级任务物品兑换券《捍卫者》，副本探索度64%，获得32点奖励点数，玩家等级提升至4级。枪带出来了，原来就算没有主线任务，这个副本还是有其他奖励的呀。根据玩家之前的副本表现，玩家获得以下称号作为选择：守法市民，你热衷于与副本中的官方势力合作，是一位积极守法的好市民。副本中的官方势力将会一定程度无视你的存在，将你的绝大多数行为视为合法。备注：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居民的义务与责任。横冲直撞，你的座驾就是你的武器。你使用载具进行冲撞时，伤害加深20%，载具受到的损伤减少20%。备注：你别管车坏没坏，你就说人死没死吧。要害洞悉，你会在战局外进行冷静的观察，寻找击败敌人的办法。在30秒不受打扰的观察后，你会发现目标的一处破绽。完了。等级5，奖励点数199点，圣遗物 E 佛灵文书，装备 E 幸运硬币 F 反弹之刃（括号破损 ）F 捍卫者 E 恶魔法典2/3。冷静，我现在一共有199点奖励点，以防万一需要留50点作为储备，剩下的149点全部可以投入强化之中。这次称号选择将直接决定我早期的发展方向。综合来看，要害洞悉100%的破绽打击的输出效果是最强力的。如果选择的话，
也必须考虑进去。离线模式中，除了圣遗物之外，其他的道具和装备无法通过下载带回现实，所以最主要的一张还是异能。称号选择：守法公民，玩家定制卡池倾向，潜入、伪装、欺骗。设定完成。卡池相关圣遗物：符灵文书，词条为心灵、知识。定轨完成。鬼影出行，王卷定制卡池，卡池等级无职者。一级卡出货率高达5%，地级卡出货率高达0.1%。那么体现这件一级装备最强价值的时候到了。要来了要来了！没地级卡，一级也只有3张，幸运币影响抽卡的效果没我想的那么明显啊！不会系统有限制吧？而且6个是装备和道具，还有个一级也是道具，坑死了！现在急需的异能只有4张，也没特别好的东西，看来剩下的点数也不能省了，继续抽吧。哦，等等，这几个异能如果一起用的话，好像可以呀。身份验证中，请站在原地。支援部人员申请进入，对临时收容物01进行日常维护。哎呀，真是的，支援部本来就忙，还要给我们找事儿。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能送走？这就不是我们安保人员能知道的了。验证完毕，允许进入。哎，下班后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供应部吃饭呀？别做梦了，你们哪有下班的时候？请不要说出来呀！记录生存状况，满足生理需求，之后还有清洗工作，感觉又要加班了。啊，灯坏了！情报公开，见习鬼祟异能，召唤出一只小型鬼祟，它以人类的惊恐为食，会在范围内引发灵异事件，对其中的人类进行恐吓。但因为能力问题，他能干的最可怕的事情是将最多50平米范围内的人造光海关闭最多3分钟。备注：你怕黑的，对吧？姐姐不要乱动哦，乖乖听话，才不会受伤。明白了吗？我问你答，这是什么地方？支气联合部临江分部。准备给我注射的是什么？肾上腺素，还有1瓶莫达菲比以及复合体能补充剂。主要是葡萄糖和脂肪乳。你不要误会，身体的状态会反馈到精神上，所以在收容初期，我们才会注射兴奋剂，帮助玩家提高存活率的。无名为数，些许窥探。醒了，真醒过来了！竟然坑我！他的信息一片混乱，大部分都是无意义的杂音。你们为什么要把玩家都抓过来？我就是负责照顾你的小职员，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这位姐姐，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啦。没关系的，我也没受伤。我是为接下来的事情道歉。虽然还想多问一会儿，可惜没时间了。摄像头那边不能再拖下去了，光影魔术变出来的虚影瞒不了多久的。你的身体，让我用一下吧。室内摄像头破解完成。安保部，临时收容室这边的摄像头被我不小心弄坏了。真是的，你等下，我让维修人员过来。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先忙自己的，我有空再报位下。合理拖延异能，大幅度降低某个事情在相关人员心目中的紧急程度。授权期限内开锁完成，门锁开启完成。生理监控用他的身体来代替，虽然数据上有差异，但只要不是长时间关机，至少不会引起警报。最后再稍微模糊下昏迷前那一点点记忆，让他醒来觉得是梦境。这边走廊的灯怎么关了？不会坏了吧？潜入开始，逃脱完成。合理拖延异能，大幅度降低某个事情在相关人员心目中的紧急程度。异能施法对象为一个具体的事情，
但效果受处理该市的目标数量、他们各自的精神强度、事情是否在观察范围内等多重影响。该效果最多持续到当日结束。备注：明日何其多，不妨再拖拖。果然，玩家现实中所处的环境会一定程度影响到他随机进入的副本事件类型。要赶紧把论文发给上级实验室，这种关联或许在圣遗物副本里更明显。所以，外界有办法直接看到玩家在神域中的情况。哎，如果这么方便就好了。事实上，我们只能通过脑电波和激素之类的数据侧面观察，哪怕在极端情况下。刚才看到的排班表，这里的存放时间是每晚9点，清理更是每周1次，平时绝对不会有人来，算是个安全区。趁现在整理一下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支系联合会需要通过玩家来获取神域中的情报，那么可以排除他们能进出神域，甚至直接是神域的创造者的可能。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虽然手法有点粗暴，但从结果上来说，都是在保护玩家们现实中的安全。如果留在这里还能分享联合会探查到的情报成果，真香。这样看来，我倒也没有必须暴露自己的特殊性，也要立刻逃离的需求。苗姐，你之前说想救只野蛮人，他的配方是生命加上自然，然后荣誉加上战争合成的骑士，听名字也挺适合你的。我只要利用联合会的情报，加快在神域中变强的速度，再通过更强的实力强化在联合会中的自由程度。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不能被发现，不然被圈养都是最好的结局了。现在已经快3点了。这里怎么会有人？果然在这里偷偷睡觉不会被主管发现。睡觉？这个时间在这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摸鱼？无法理解，不能接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去给我好好工作呀！我的眼镜呢？该死，精神力还没恢复，也只能拼了。等等，你是？是王娟啊！我看你被打晕了，于是就跟上了救护车，准备看情况是否需要联系学校或者你家里人。谁知道就这样被强行带到这里，不允许离开，还被安排进了后勤部负责清洁工作。抱歉，是我连累你了。没事的，你不要往心里去。我会想办法尽快帮你逃出去的。我是说真的没事，毕竟联合会的福利还蛮不错的，食宿全免，5险1金，不用加班，待遇也比一般公司高好几倍。学校那边也去帮我看了实习证明，
主管说，等我3个月转正成正式员工后，就可以和家里联系了。1年后开始逐步恢复自由。这联合会明面上是巨型财团，连外围都是我不够格去面试的跨国企业。出于保密方面的要求，反而作为权力核心的本部一直缺人。主管说我升职空间很大。王姐，你没事吧？羡慕，我好羡慕啊！琳琳，你觉得从游戏中醒来的玩家能给他们投简历吗？不过我确实听人说你的意识进入到了一个游戏空间里了，你居然可以醒来吗？真是太好了！那你知道其他被带进来的玩家怎么样了吗？不。王卷，你是在不安吧？突然进入一个莫名其妙的游戏空间，醒来又发现自己被囚禁在陌生的实验室里。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不清楚，但你先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能清醒过来。等我的消息。